继续上次的真相与和解日的分享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各位好，我是 Spike。虽然上一期跟大家分享的真相与和解日啊，播放量并不高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两期视频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在节目下方的评论跟留言，我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也让很多希望讨论这个问题的观众，带来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讨。就比如我现在还深刻的记得，当时有一位应该也是加拿大的观众跟我说了这个关于原住民的这个当年对于原住民的伤害，它是有代际性的。这个代际性这个词呢，可能就因为这位观众的评论，会从此深深地记录在我的脑海当中。以后呢，但凡有机会在任何的场景下提起加拿大的真相与和解日，这个我的大脑都会直接跟代际性进行关联。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我做了2期节目去聊这个问题，还跟我老婆再去请教跟探讨。然后我就觉得那2期节目如果用3个字来去总结，就是代际性这3个字。那所以我同样也希望跟大家去聊一聊今天，因为我录节目的这一天就是加拿大的11月11号，正好我录制节目的时间是上午11点40分刚刚过了这个全是棍儿的这个时间点就是11月11号的11点11分刚刚过。你说我有没有去肃穆2分钟呢？没有，因为忘了。但是这个是赶巧了因为坐下来录节目，打开录制键一看，刚好是这个时间点。先简单跟大家去普及一下这个加拿大，包括这个英属有这个，好像这个节日是从英国来的就是跟英国有一些关联的国家吧，包括美国好像也是在过这个叫军人节嘛。那加拿大也是一样了，叫 Remembrance Day。它是一个纪念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与其说纪念军人，不如说它背后的用意其实是为了提醒大家和平来之不易。因为这个11月11号的上午11点11分，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第1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的日子。那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好像第1次行使这个节日是1918年吧，好像是那记错了就记错了，这个反正也不是很重要就简单跟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这个西方国家有一些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个人认为它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珍惜和平，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其实是更加的具象到具象到人这个个体了通过一些相同属性的人去表现出来了。那哪些属性呢？就是军人一方面呢是纪念在1战当中牺牲的军人，那再扩展开来呢，就是也同时纪念所有曾经服过军役的人。只要你曾经当过军人都可以在这一天有一些纪念。那当然对于学校来讲呢，也会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教育跟活动去展开。那对于社会来讲呢，会有一些演讲，会有一些就是 workshop 这种邀请一些老兵来去讲述一下当年的经历。我觉得不管它的表现形式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记住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有点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吉尼斯坝的预约制度，它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像我那一期也同时分享了一个我个人的案例，就是开车要让行人为什么要有这个行人过街的时候的那个警示灯。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那期节目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点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的。那核心原因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规则或者是现象或者是一个行为去看到它背后真正的用意是什么。那 Remembrance Day 也是一样的
表面上看，它可能就是纪念老兵啊，对军人多一份尊敬，或者就是纪念等等吧。但是它背后真正的用意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要更加的珍惜和平，不要再重蹈一战、二战那样的覆辙啊！我觉得这个是它背后真正的含义。那当你了解到了这个真正的含义，你再去看这个节日呢，你就会觉得它做出任何的这种庆祝的这种方式啊，它的背后，你都会觉得它有更多的温度。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它背后，你只是觉得有这个国家在庆祝他们国家的军人啊，那可能呢，你对这些庆祝方式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的温暖啊，就是你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可能会对它产生一些冲突。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吧。一个是好玩的故事啊，就是 Remembrance Day 今天在加拿大是属于法定节日，所以学校都是休息的，可能工作上班也休息吧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初来乍到嘛，也不知道，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老婆去上班的同时就把我家那个小朋友又送到幼儿园去了。上小学的那个是早就通知了啊，就是不上学。但是因为那个再小一点的那个小孩是 daycare 嘛，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托儿所嘛。那托儿所它其实它的主要目的是让你去上班帮你带孩子，所以它很多时候正式的学校放假了，但是那个 daycare 还是会正常运营的。所以今天就送他过去了。结果送过去之后，过了不久我就接到电话说这个学校没人，幼儿园都没有人，然后才反应过来啊，然后今天是法定假日，那没办法又把他送回来，也耽误了一点这个我老婆的上班时间嘛。因为很遗憾，就是我们家只有一辆车，也是限于经济压力啊，就没办法送回来，然后他再去。这是一个好玩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加拿大的华人圈子里面嘛，这个是因为我在我们家主要是主内啊，我老婆主外，她是负责外交，所以到了这一天呢，我们聊天的时候也去聊到了很多这边的中国人啊，应该不能说华人，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内地的在加拿大生活的人，他们有一部分啊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加拿大的 Remembrance Day。在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还是要定位一下啊，因为这个故事可能有点风险，在这个节目当中讲，但是我觉得也还好吧。如何定位呢？就是我也属于一个科技爱好者嘛，所以虽然我不觉得我的频道是一个科技频道，但是在分享我自己的想法跟生活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科技爱好者，所以我会分享一些科技方面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也会关注一些其他的真正的科技频道。但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我关注的也大部分是简中这方面的语言嘛，所以这些我比较喜欢的头部的科技频道呢，基本上它都是避开政治不谈的。我觉得大家如果经常在 YouTube 上逛的话，应该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位这个做的还不错的科技类的 YouTuber， 谈论了一下政治，最后把他推到了风头浪尖上，然后他出来声明也好，还是一直去说我们专注于聊科技，我们不涉及政治。所以这个事情我怎么看呢？实话实说，我是觉得您不管聊什么，只要你聊到一定程度，都一定会涉及到政治。很多的科技话题，包括像什么艺术的话题，像这个学术的话题，像历史的话题，人文的话题等等，甭管什么话题，你简单的聊可以，你说我们不涉及政治。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个人的浅见啊，可能充满了错误，但是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任何的话题，你但凡聊到一定的深度，你不触碰政治，你是没有办法聊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个人观点，最起码你聊的没有办法很全面。
那你包括我自己在聊 iPhone 啊，我们在聊这个 iMessage 的端对端加密，最近的，对不对？我们在聊这个海外的 iPhone 跟国内的 iPhone 的一些差异的时候，就是有观众直接在我视频下面留言，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聊政治是聊不清楚的，我完全认同。那我当时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是不是刻意回避了一些政治话题呢？当然是啊，那否则对吧？那我也一直在反复的思量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聊天节目，我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把政治挡在外面。那很多时候政治话题当中是包含了比科技话题更高的智慧在里面的，它会让人发生更大的变化啊，给人带来更多的启发。很多时候你看似是一个科技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政治视角带进来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科技问题要这么解决了。我在录本期视频之前，我还刚刚看到一位顾客在我的那个iCloud 系列节目当中去留言，就是说 Apple News 在中国大陆怎么才能实现，然后还说了这个iCloud 的这个私密浏览功能无论如何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办法打开。那我就非常的感同身受嘛，我就直接在他的下面也回了一句，我说很多时候都其实是政治博弈，当政治博弈被确定下来了之后，那么科技再根据政治博弈的结果进行不同档次的难度的限定。就我们作为用户来讲，我们觉得这个区域性的限制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方法绕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呢，你想绕过去就难度更多一点，那大部分人是绕不过去的，你真的有点技术你才能绕得过去。而还有一些呢，你不肉身出去你就没有办法实现，你再技术也不行。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你把政治的眼光带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说作为 Apple 这家科技公司来讲，它想阻止你阻止不了。你就像很多只有肉身出去才能够用的功能，那不就是吗？想阻止你的话，你不肉身出去，你就根本什么办法你都没办法用。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你不肉身出去，你可以通过一些所谓的科技手段绕过去呢？是因为它没有限制的那么死，它想让你绕过去。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政治博弈没有达到那么重要的程度。所以当你在我们就说比如说在中国大陆，你用一个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然后你买的也是中国大陆国行的这个 iPhone，那么你想用一些原本在中国大陆地区官方说不提供的服务，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服务你绕一绕还是蛮容易的，但是有一些服务你是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这不是，我个人认为起码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啊！如果在技术上想卡你的话，你是怎么绕都绕不过去的。作为用户来讲啊，我觉得再牛逼的用户也绕不过去。那做完了这个铺垫之后，我就稍微胆子大一点啊，去聊一聊这个 Remembrance Day 对于中国内地来的加拿大生活的人有那么一小撮啊，表现出了这样的一种言论，这种言论我是不赞同的啊。我为什么敢聊这种针锋相对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做节目做多了嘛，像我最近那一期关于Magic Mouse 的那个话题，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客观了，但是还是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做这么极端的言论，难道是为了吸粉吗？他已经觉得那个很极端了，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不是说想刻意的被一些我不应该听到的声音去影响我的思考，而是说这些声音本身它的存在，我也希望纳入到我的节目当中，因为这也是政治问题。就像我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情一样。那到底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些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内地来的这个人啊，他会认为这个我们不能在加拿大过这个 Remembrance Day。他甚至跟自己的小孩子说，就是说你们学校虽然让你带小红花，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不带啊，我们不过这个节日。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如果过了这个节日呢，我就对中国的军人就是好像侮辱了中国军人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个话呢，其实我听起来挺无语的啊。其实我说到这儿，我已经满心期待我这期节目下面会有哪些留言了，会有哪些评论了啊。我个人是觉得挺无语的，
因为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管人们在异域他乡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庆祝一个节日，那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智慧，你应该去了解它这个庆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为了怀念，就是让大家记住和平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你真的了解了，难道连和平你都不赞同吗？但也是，现在在很多中国大陆有一些言论还真的就是希望去什么武力解放台湾，这种言论还挺风行的，好像是啊，这个就很不可理解，就是好像就是有那么一拨人，他巴不得要挑动第3次世界大战一样的感觉啊，他也不知道到时候真的打起来他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一样子啊，就是在那边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然后你说，当然了，这我个人认为能说出这样话的人，能做出这样的这个行为的人，他应该也没有能力啊，或者没有这个想法说去了解一些事情背后是怎么样的。如果他有了这样的能力，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做法跟想法嘛。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认同我这个想法啊？就像我就是做 Magic Mouse 那期的节目一样的，我觉得有一个观众在我下面的留言还是挺正确的啊，就是我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从 Windows 走向 Mac 走过这一遭的观众，他能够比较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不敢碰 Mac 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会让他带来不舒适。他已经习惯了 Windows， 让他换一个不习惯的，他就没有这个勇气去适应跟学习，然后他就很快的退回他的舒适圈里面。然后与此同时呢，为了不承认自己没有勇气，那怎么办呢？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脆弱的那个心灵，对吧？那么他只能说，我不适应的那个就是不好的，然后指着骂。我不知道这些人听了我这期节目会不会又说你这又是一个极端言论，你就是吸粉的啊。当然你们也可以看到嘛，我公开的在这种言论下面我也回复了，对吧？我就说对，我就是为了吸粉的。我吸粉有错吗？所以说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我反复强调，在我做 Mac 的第0季的第0期节目的时候，我的标题我就直接写，我对用 Mac 的人有一份好感跟尊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你但凡到了我这个年纪，你能用 Mac， 你肯定 Mac 不是你的第一台电脑，你大概率上99%都是习惯了 Windows 以后再去重新适应 Mac 的。那你还能适应，就说明你的学习能力、你的好奇心、你的适应性还算是在一个我认为是正常人的这个应有的范围之内，还保留着儿时的那种好奇心和对世界探索的欲望以及能力，而不像我在中国大陆了解到的那样。这个我出国了，在国外生活了大概1年多之后，我真的可以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是蛮特色的，就是把儿时娘胎里带来的那些好奇心，通过学校的教育，通过社会的舆论和压力，全给你碾掉啊。那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很难再去适应新的东西嘛。所以用 Mac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那说到这个 Remembrance Day 的这种少部分人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通过刚一出生开始的这种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耳濡目染，然后到进入学校之后的这种所谓填鸭应试方式的这种教育啊，让这个人在成年之后已经不具备探究事物背后真相的方法和欲望。就这个很重要，就是第一，没有欲望了，已经就是我不觉得需要探究事情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这欲望啊。那其次呢，因为没这个欲望，所以也不屑于去掌握探究的方法，就是只要能赚钱活着就挺好的啊。那你要说，虽然我这个频道我希望大家能够百花齐放啊，兼容并蓄一些，但是对于秉持着这样的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的人，我还是觉得
我们是少数群体，我们是少数群体，请对我们多多包容一些吧，感谢哈。那所以就是回到这个 Remembrance Day 的这种少部分人的这种言论跟做法吧。那我是起码对于我来讲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去思考这背后一切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样的想法。这就类似于那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我一直跟我的家人跟朋友聊这个实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这个猴子吃香蕉被开水烫的这个实验。就简单来说吧，就是笼子里关了一只猴子，在笼子顶上挂了一个香蕉，然后呢顶上有个人拿着一壶开水，这个猴子呢一去摸香蕉要吃，这开水就浇他，浇到最后这个猴子就再也不敢去摸香蕉了。当他再也不去摸香蕉的时候，那么再放一只新的猴子到这个笼子里面来，那这个时候这个新猴子他不知道会被开水烫嘛，那新猴子就会又去够香蕉。可是问题在于，这个新猴子一想要去够香蕉，就会被这个笼子里面的老猴子打一顿。这新猴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去吃香蕉就得被打，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打到最后，这个刚进来的猴子也不吃香蕉，然后就再放这个新的猴子，再放这个新猴子，到最后不管放出来几个猴子，这猴子之间的这种形成的社会氛围，这个群聚效应，就会使得只要进这个笼子的猴子都变成了不吃香蕉的猴子。这个就是我简单来说的这个实验啊。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在中国大陆内地的教育啊，就是特别像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教育体系打你进到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像被关进了这个挂着香蕉会倒开水的这个笼子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如果我还是建议啊，也蛮支持带小孩子出来接受教育的。但是又换句话来讲，有这样这个言论的这些家长，因为我们不是聊到嘛，就是这家长也不让这小孩子过这个节。那我觉得虽然这个小孩子接受的是正常的教育啊，但是对于家长来讲，你在家里还去这样的，哎，怎么说呢？挺可怜的吧，就挺可怜这孩子的啊。其他的也多说不了什么。那本期视频呢，也是做一些尝试啊，看一看，我就聊一些这个问题，下面会怎么样的，这个评论区会怎么样的百花齐放。好吧，这期节目作为今天的一个加餐，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好，我们下期再见。